新玩具，今天咱们来玩百威出品的这一款御天敌。说实话，百威这个品牌啊，它突出的就是一个便宜，可能100块以内就能把它盘下来了。而且这一个尺寸呢，基本上是 SS 原大的尺寸，外加一堆的配件包。之前我们玩过一款 OV 的御天敌，跟这个的结构几乎是差不多的，配件也很像，但那个是配很大的那个比例，它甚至比 MPM 的身高还要大。盒子的外包装，外面的一个透明窗户可以直接看到内容物。说明书一份现稿的说明书，不过习惯的玩家应该都知道，像第四方这些说明书都没有什么参考意义。配件方面，一个硕大的盾牌，然后呢，非常漂亮的软胶流苏披风，软的，这个是和 OV 的那个感觉是一样的，造型也差不多，俗称的铁皮快乐枪，这名好像还是我起的。哇，这个怎么让我想起来勇者王嘞？大凿子那个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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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敲地的，然后一对赤铁双刃剑。俗称弹刀，玩黑魂的喜欢叫赤铁双刃剑，玩起来啾啾啾的。那内容物差不多就是这些了。其实说起来啊，百威这个东西料子一般般。说实话，它的这个料子一般都是属于第四方里边的那种用料啊。但说实话，这个东西就是占一个性价比，不到100块的价格，你把它当一个配件包给你的官方御天敌用也值。因为你现在买一 DNA 的配件包还得多少钱呢？对吧？本体的车型啊，其实这个密合效果还不错了，尤其后边这一节，这些缝隙对的还都是挺准的，卡扣的精度是没有问题的。只不过我觉得这个料子算是那种挺容易出白痕的，改动的地方有，它省略了一点点。抬起来这根水枪，官方原版的水枪，在这个地方可以多做一段翻折的关节。他把那段关节省掉了，所以呢，这个水枪只是直直的搭了在车顶，这里加了一个卡扣，而变成人形的时候呢，你需要用这个活动的扣子把它摘掉，不然装在背包上面支棱起来会不太好看，或者说耷拉下去有一个尾巴。但是车型来说，涂装了、精度了什么的做的都不错，都还可以。首先第一步，把这两个门板卸下来。这时候是不是得有人刷一刷插拔变形？然后把这两个扣子展开。哎，说白了，这面是门板啊，其实这面就是另一把赤铁双刃剑。曾经我在原版的 SS 御天敌里边就说过，我并不讨厌这种变形，虽然是个插拔，但是把武器或者它其他配件能融入身体变成伪装形态的一部分的话，我觉得这种设计反而很高级。所以 SS 的御天敌曾经被我誉为一个小神物了，因为它确实做的不错嘛。所以的官方正版，刚才我在弹幕里边也听说已经炒到300-400块了，挺恐怖的。接着我们继续来变，把这个扣子打开。你看，像这个地方有一个硕大的水口，这就是没剪干净。但是像这样的并不影响变形，它还是挺平整的。把这两个危险的我们先放下去，然后就得一点点的来拆了。它这个地方有多段的维度咬合的扣子，而且插得非常的紧，这里边有很多的扣子，导致了这个地方密合的挺好。好，先把两条腿解决出来，咱把中间的卡扣都给它撅了，一条腿一条腿的来，把这一片先翻折出来，然后中间的这一块掏开，脚尖立起来。OV 版这个地方是个合金架，但是这个好像是塑料的，百威版是塑料的。打开以后，连同轮子这里旋转一下，翻过来，然后从这边看吧，把这个盖子贴到小腿肚子上，继续往上密合。这个地方有一个球形关节，把这里稍微折动一下，旋转，然后对准卡扣插进去，插成这样的一个斜着的角度啊，其实有一点类似于做成喇叭裤的那种味道。接着把前方这里的卡扣闭合，把这腿盖起来。百威的这个料子摸起来就是偏软的。好了，一只腿
其实就变得差不多了。另外的一边也是，我们从这里边看吧。打开这个卡扣，翻起来，然后旋转180度，前方这里卡扣闭合，后边这里这个腿板放下来插住，接着先翻转这里，然后再旋转这个球形关节，转过来以后卡扣对上，一放。SS 的这个模具啊，本身来说设计还挺简单，但是这2条腿处理完的效果真的非常漂亮，挺不错了。很标准的一个8字脚 G 形态，这个所谓的战斗囊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把卡扣都拆开，哎，胳膊给它搞出来，翅膀给它打开。战斗囊的形态，哎，站的还非常的稳定嘛，8字脚接地也很好。哎，不废话，继续往后变。变到这一步呢，其实腰杆这个地方，我们先要拉松这里边的双段关节，然后呢，到车顶这里看，这里有2个倒钩，稍微的蹂躏一下，有点不好操作，蹂躏，要把这个指甲套进去，哎，撬一下，把这2个倒钩脱开，接着前方这里还有暗处的卡扣，给它打开，整个的拉下来，车头就打开了。接着我们翻转一下，旋转180度，把这块转到前面来。背包这个地方折叠一下，然后挂上去。这个地方卡住，哎，他把这里改了呀！这里原先有个卡扣都没了，所以只能贴在这儿了。不过还好的是啥？另外这里还有一个卡扣啊，可以跟这么挂一下，哎，卡在这儿，这样也算是把这个屁帘子、背包的这一块整个的挂起来了。此时呢，注意啊，这一块胸口这里啊，其实有一个旋转的角度，把它稍微的立起来一点点。脑袋翻起来，然后胸口第1层胸腔包上，第2层卡扣对过来，再包上，哎，锁好，胳膊扭扭正。注意还有一个小细节的调整，裙甲这个地方往起抠一点点，这里的一个造型键翻折起来。理论上这款老芋头的变形就算完成了，但是呢，因为这一块失去了一个折叠关节，所以你的尾巴只能跟这么耷拉着，或者把它扣在上边，让头顶露着一根长长的棍子，其实真的不好看啊。好在呢，下方的这个转轴是一个插拔的活的 C 型扣子，把它撅掉，现在看起来还舒服一点点。老早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说 SS 呀，现在的这个板件刻画做的是非常的细致，虽然变形简单啊，零件没几个，但是不多的零件上边用板件的刻画来描写电影玩具的细节，这款老芋头做的确实很精彩。原版的底子就好，深灰色的这个料子就有那种金属的光泽感，它没有上漆，只是塑料的原色，不过反着光以后其实还挺好看的。胸口这些地方该做细节涂装处理的也都有，而且这2块是透明的零件，在透明零件上的漆啊，能映衬出来肋部这里金色零件的一些涂装。一个 V 级别的小玩具，这样看起来的细节还真是非常漂亮的。配件比较多嘛，所以我们把这个并不怎么好看的赤铁双刃剑拿下去，这个造型也更还原电影里边的样式，尺寸更大，霸气了很多。通过这里的 C 型扣子，很轻松啊，把它拖出来。然后就说到啊，新代的这个软胶件的披风，它其实是有一个接口的，你现在可以直接跟这么滑上去，作为它的披风。你也可以
用这个连接器把它卡住以后，插在你原版的那个 SS 御天敌上边，可以把它当成一个配件包使，插上去，稍微调整一下。这个感觉是不是这个老芋头瞬间就上了档次？盾的造型其实有一点挺肉乎的，细节并不多，但好在它有嘛，是吧？总比没有强，它至少还给你带了一个大盾。让人挺不爽的两处省略，一个省略了背包的扣子，一个省略了折叠这一节水枪的一个关节。不过当然是好在有这个软胶披风嘛，也就不在乎这个水枪的关节了，而且这个背板呢夹在这里也是能稍微固定住的。但是摆在这的人形还是非常不错的。总归来说还是那句话啊，毕竟百威出品的东西突出的就是一个便宜啊。这个东西你配件还是比较丰富的，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给自己的 SS 御天敌的配件包，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玩具，掰坏了玩了也不心疼。但是说实话料子一般般，而且身上的一些水口挺大的。但好在呢，增加的这些配件呢，搭载起来以后能让你的老芋头更加还原电影里边一些造型。而且非常帅气的流苏披风，配合本来就不错的 SS 板件细节刻画，再加上了新造的夸张的武器和盾牌，这老芋头能放在你的 SS 的产品线里边，作为一个不错的摆设。那么多，这一款百威出品的新版的 SS 元大的一个御天敌就是这样了。